发工资那天，实习生私自登录我的电脑群发工资表，害我被领导开除。我爸找实习生说理，却被冤枉猥亵，被极端路人活活骂死。我也在找他算账时，突发心脏病，眼睁睁看他抢走速效救心丸。在睁眼，我回到了发工资的这天。主管，你把员工的工资表让我看一下呗，我就是好奇大家的工资，只看一眼，绝不外泄，可以吗？柳如烟摇着我的胳膊撒娇，信誓旦旦举手发誓，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。我一改往日的和善，不可以，出去。柳如烟不敢再多说，迅速离开。我将办公室的门快速反锁，从抽屉里拿出新买的隐形摄像头，藏到正对我电脑的书架上，然后便假装吃坏肚子，匆匆跑去卫生间。经过办公区时，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手机扔进水桶里，然后惊呼一声捞出手机，但已经开不了机。同事们无一不替我心疼，而他们都会成为我没有作案时间的证人。洗手间里，销售部的3名女同事在讨论中午吃什么。我哭丧着脸走进去，将手机掉进水桶里的事说出来。他们特别热心肠，主动帮我订午餐。等他们离开后，我躲在墙角看同事们的反应。果然，办公区的气氛已经变了。显然，同事们都知道了彼此的工资，有人震惊，有人愤怒，还有人幸灾乐祸。群聊已经炸开了锅。财务部郑主管，你把工资表发到员工群里了。柳如烟第一个在群里发消息，消息后面还跟着3个惊恐的表情。她以为自己已经成功陷害了我。紧接着，不知情的同事便陆续在群里问我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呵呵，原来我的工资是倒数第一。某人才来半年，工资就比我高3000。我跟某人是同级，凭什么他工资比我高2000？前世看到这些消息，我眼前一阵发黑，慌乱着想撤回消息，但消息已发送超过2分钟，无法撤回。紧接着手机铃声就响了，董事长的声音像是从地狱传来。这一世，该柳如烟承受这滔天怒火了。这时，柳如烟火急火燎地跑到洗手间找我。主管，出事了，董事长让你去办公室。我坏肚子了，等我拉完就去。那你快点，别让董事长等急了。柳如烟阴阳怪气地甩了一句，他只当我是怕了，躲在厕所里不敢出来。我不语，将憋了好久的一个臭屁甩给他，他一脸嫌弃地捂着鼻子跑了。还敢嫌我的屁臭？你的嘴巴才是抹了翔，熏死人！虽然董事长急着找我，但我依然从前台拿走外卖，一个人躲在会议室不紧不慢地吃起来，毕竟吃饱了才能打胜仗。与此同时，因为工资表事件，同事们一个个都无心工作。我刚走到销售部门口，就听到几人在抱怨，挣钱真是够了，连工资表都能发错群，他这个财务部主管干什么吃的？工资表不是我发的。对呀，工资表发群里的时间，郑主管不是在洗手间和我们点外卖吗？你这么说我也想起来了，郑主管的手机坏了。销售部的3名同事为我证明了清白，其他同事也都反应过来，纷纷向我道歉，并帮我分析谁最可能陷害我。我去招商部拿手机，一路上同事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，我也都能理解。从工资表被泄露的那一刻，员工之间的猜忌、不满就已经像野火一样蔓延。前世的今天，我的耳边一直嗡嗡作响，仿佛有千万只蜜蜂在颅内振翅。但这一世，我有销售部3名销冠保驾护航，什么都不怕。招商部的2名男同事将修好的手机还给我，并在他们锲而不舍的帮助下，全公司都知道我不是罪魁祸首。除了董事长办公室里那2个还在饿肚子的人，财务部财务总监朱彪和柳如烟。拿到手机后，我打开监控，监控里柳如烟坐在我的电脑前输入密码，并在桌面文件夹找到工资表发到群里，视频高清，证据确凿。监控里的柳如烟在看到我的工资后愤愤不平，凭什么挣钱的工资有15000，而我的工资才4500？柳如烟被嫉妒冲昏了头脑，已经忘了她不过是实习生，而我是在公司干了5年的财务主管。嫉妒让她面目全非，她居然对着我桌上的照片连吐3口唾沫。正愁怎么处理相况之际，柳如烟进来了。主管，你怎么还在办公室？董事长发了好大的火。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我在等他发完脾气再去找他呀。柳如烟做事要将我从座位上拉起身，我则趁机拽住她的手腕，将其按在相框上。她的手掌完美的覆盖在被吐过口水的地方。柳如烟一脸嫌弃，刚要抽回手，我却不给她机会。如烟，我可能会被开除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相框，就留给你了。柳如烟盯着相框，脸都绿了，拿相框的手放也不是，握也不是。我抬头催促道：相框你留着，帮我把里面的照片拿出来吧，别让董事长等急了。为了赶紧让我去见董事长，他只能忍着恶心，强颜欢笑地拆相框。当我和柳如烟走进董事长办公室时，里面已经炸锅了。董事长，招商部有一半的人都围在我办公室，要求解释薪资差异，因为他们发现招商部的提成居然比销售部低2个点。董事长扶额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：先安抚吧，我会尽快给出解释。解释是没用的，我们部门老王的工龄最长，但底薪最低，根本听不进去解释。招商和销售部的员工就是公司的狼，或许其他部门还会隐晦地表达不满，但这群拿业绩说话的狼可不会。这时，柳如烟又开始了她的表演。董事长，郑主管不是故意的，但他不知道，销售部和招商部已经跟董事长汇报了我的不在场证明，董事长自然知道我是冤枉的。
他刚想说什么，却被推门进来的财务总监朱彪抢先。郑主管，虽然你闯了大祸，但你来公司5年了，一直是优秀员工，董事长一定会对你网开一面的。现在只有他和柳如烟还不知道我已经洗清了冤屈，他暖心宽慰我，眼神却是冷冷的。难道柳如烟将工资表发到群里是受了朱彪的指使？想到这里，我打消了拿出监控的念头。如果不能将敌人一网打尽，必将后患无穷。正当我思考对策时，董事长愤怒开口道：“挣钱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知道这件事跟你没关系。”董事长悠悠开口，说了事情经过。朱彪直接傻愣在原地，柳如烟则急忙开口：“怎么会这样巧？偏偏那个时间你手机掉水桶里了，你不是坏肚子吗？怎么不着急上厕所，还跟销售部的人聊那么久？”说完他就后悔了。办公室里的人纷纷看向他，眼神探究。我笑了笑，假装没听懂他的质疑。董事长，虽然我是被冤枉的，但工资表毕竟是从我的电脑发出去的，我申请休假降职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董事长很满意我的态度，故作为难的同意了，并让人事部1周内必须查出始作俑者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为了搞清朱彪和柳如烟的关系，我买了3个隐形摄像头，一个偷偷放在朱彪办公室里，另外2个分别装在柳如烟和我的卧室里。当初柳如烟实习期间没钱租房子，我好心让她暂住我家，没想到她却恩将仇报。与此同时，刚装完摄像头，我就看到了让人跌下巴的画面。朱彪的办公室里，柳如烟衣着暴露地坐在他的大腿上，2人深入交流了30秒，便停下了。朱彪这个男人果然从里到外都不行。我原先只以为柳如烟是为了升职加薪才背叛我，不曾想她居然是想当富太太。我赶紧将监控保存备份，拿着监控 U 盘走出办公室，结果刚好遇上了朱彪。工作磨磨唧唧，管他要一个财务报表要等3天，搞职场斗争倒是挺快，1季不成就来第2季。挣钱，你为什么要卡销售部的报销？什么意思？销售部出差是冲业绩的，你不能总拿报销流程为难他们，这样会让员工寒心的。真狗呀，看我被同事同情就想害我，不过他也真是个猪头，对得起他的姓。销售部谁不知道，是他空降后对销售部各种报销限制，现在居然想把锅甩给我，真是脸都不要了。朱总，是我的错，你上次说销售部出差不能住5星级酒店，只能去小宾馆，以及请客户吃饭应该自掏腰包，而不是找公司报销。我想你应该只是开玩笑，我却当真了，对不起。我对着朱彪深深3鞠躬，朱彪都傻眼了，他想不到一向规矩的我会当众阴阳他。笑话，你都想弄死我了，我还不反击？我倒是听说董事长从小和妹妹相依为命，是个超级妹控，找上门女婿就是怕妹妹受欺负。如果他知道朱彪的真面目，又怎么会继续纵容他？一个要被逐出豪门的小丑，我又何惧？而且我对朱彪态度的转变，实则也在跟同事暗示，柳如烟背后的靠山就是朱彪。销售部的人个个都是人精，立刻就从我的态度里猜出了猫腻。接下来为给柳如烟留足够的空间做坏事，我当天就开车回了老家。工作5年，这是我第1次请假。朱彪不是总说我无能吗？柳如烟不是总嫌我不给他表现的机会吗？现在我成全他们。回到老家时，爸爸正在园子里用锄头除草，见我回来非常诧异，以为我出事了。芊芊，你没出啥事吧？有事一定要告诉我，别一个人扛。我眼睛红了，摇摇头，抢过他的锄头放到地上，拉着他进了屋。我妈在我8岁时就去世了，爸爸怕我受委屈，一直没再婚。我爸发现我情绪不对，拧了拧眉，是不是在公司受委屈了？工作累咱就不干了，爸养你。我爸说着就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塞到我手里，拿着，卡里有80万。爸爸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有光，非常自豪。我爸是庄稼人，除了种地什么都不会，但他居然给我攒了80万。我攥着手里的银行卡，再也控制不住的哭了出来，紧紧抱住爸爸。爸爸知道我要强，什么都没问，轻拍我后背安抚。之后老爸1天3顿饭变着法子做，生怕我吃不好。晚饭过后，我拿出手机看监控，柳如烟居然把朱彪带回了我家，还在我的卧室运动。我乐个去，我之前该不会睡过他们滚床单的床吧？不会染病吧？正当我对画面内容不忍直视时，里面传来柳如烟的声音：彪哥，挣钱的家太小了，我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。没问题，趁着挣钱不在，咱俩正好把账上的1个亿转走，到时给你买个别墅，再让挣钱来背锅。配心肝的，害我1次不够，居然还想害我第2次，现在人赃俱获，只等收网了。只要他们转走1个亿，我就能让他们把牢底坐穿。当监控拍下朱彪将1个亿转走后，我立刻收拾行李要回公司。出发前，我爸将1箱子腊肠放到车后备箱里。芊芊，这是给你和如烟吃的，如烟喜欢吃瘦一些的，我得放在箱子最下层了，你别弄混了。哎，看来我爸是真的当柳如烟是亲闺女心疼。爸，如果柳如烟要害我，你怎么办？我爸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正当我想说只是开玩笑时，他却突然开口，神情认真又严肃。
钱，爸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，柳如烟也不行，她是不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？我点头默认，谁知下一秒，他突然把装腊肠的箱子打开，把特意给柳如烟准备的腊肠都拿了出来。狼心狗肺，我这么好的肉可不能喂了忘。我笑出鹅叫，没想到重生后最开心的一次大笑，居然是老爸给的。回到公司后，我特意去找了保洁王姨，把老爸熏的腊肠分给他10根。王姨可是公司里神一般的存在，她的耳朵灵着呢，我所知道的八卦都是她告诉我的，跟她打好关系真没错。果然，王姨见到我又开始拉家常，她神秘兮兮的把我拉到一边。你不知道，你休假这几天公司可热闹了，我跟你说啊。原来我休假期间，柳如烟就被朱标提前转正，可她转正后一心扑在买房上，无暇业务，导致销售部的出货单被压了好久，经销商迟迟收不到货都急了，天天打电话骂销售。现在销售部因为柳如烟一个个都变成了孙子，提成也泡汤了，都找朱标告状呢。谁知朱标不但不处罚柳如烟，还给他升为财务主管。每天销售部总监和朱标在会议室里拍桌子对骂了2小时。更过分的是，作为财务总监，朱标不盯着财务报表，反而天天盯着哪个女员工涂口红了，哪个又买裙子了，还在晨会上调侃女员工，惹了众怒。郑主管，你可算回来了，销售部都想死你了。我相信王姨的话，毕竟我是能给销售部带来利益的人。1年1度的年会就要来了，提交各部门优秀员工时，朱标力荐柳如烟，董事长还在犹豫，我双手赞成。为此，董事长私下找我，挣钱，你的能力我是认可的，哪件事不怨你，你又何必？董事长，我对公司对您绝对的忠心，只要能安抚公司员工，我是不是优秀员工并不重要，因为我相信您一定能看得到我的能力和付出。董事长为我的觉悟所感动，当下承诺，财务总监的位置早晚都是你的。我眼睛微红，做出感动状。其实我是感动，终于找到一个让柳如烟和朱标下台的好机会。年会上，柳如烟跟董事长坐在了主桌，敬酒环节别提有多殷勤。董事长虽不满柳如烟的能力，但还是架不住彩虹屁，笑的那叫一个开心。等他敬完主桌的酒，很会来事儿的走到我面前，钱姐，我有今天都多亏了你，谢谢。净说傻话，你能有今天都是你自己走出来的，可不是吗？阳光大道你不走，哪黑你往哪钻，找死！你是朱标朱总一手提拔的，朱总对你可真好呀，今天一定要跟他多喝几杯。董事长闻言蹙眉，意味深长地看一眼朱标，朱标却丝毫没察觉哪里不对。进入年会优秀员工颁奖环节，柳如烟上台领奖，在她热情洋溢地发表优秀员工感言时，她的工作手机却在公司群里发了一个视频，正是她偷偷登录我的电脑，将工资表发到群里的监控。员工们倒吸一口气，开始交头接耳。我满意地端起酒杯，品了一口。这一天我终于等来了。我通过隐形摄像头知道柳如烟习惯将工作手机放在卧室抽屉里，便打电话给爸爸，将一切都告诉了他。爸爸忍住打死柳如烟的冲动，选择在家默默配合我。这个视频就是他发的。柳如烟还在发表优秀员工感言，丝毫没发现台下的人早就坐不住了。原来是他，郑简对他那么好，他居然陷害他，真恶心，跟他做同事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众人窃窃私语，声音越来越大，纷纷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。柳如烟这才发现不对劲，站在台上手足无措，眼中满是惊恐。我不可置信地站起来，柳如烟，我把你当亲妹妹，你怎么能陷害我？朱标刚要替柳如烟辩解，就被我拿话堵住。朱总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偏袒柳如烟，可事实摆在眼前了，你还要替她说话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有老婆的人，为什么对柳如烟这么好？此话一出，朱标慌了，他顾不得台上的美人，抓住董事长的胳膊就想解释，可惜我爸已经将他和柳如烟运动的视频发到了群里，现场嬉声一片。董事长看到视频后怒甩朱标2耳光，柳如烟要走下台，对董事长一声怒斥：站在那别动。柳如烟面无血色，所有人都像看小丑一样看他。因为视频是从柳如烟的工作微信发出的，朱标以为是柳如烟想上位故意这么做的，怒冲上台将其踹倒。出卖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给你买车，给你买房，你居然背叛我！朱标不打自招，董事长一听怒不可遏，直接给妹妹打电话让她离婚。销售部总监在一旁好心提醒：董事长，您别生气，幸好朱总和刘如烟只是有奸情，如果他们转移了公司财产，那才是防不胜防。董事长醍醐灌顶，立刻命我查账。这一查吓一跳，账上居然少了1个亿。现场鸦雀无声，全体员工看朱标和柳如烟的表情都充满了厌恶和震惊。我痛心疾首地走上台。柳如烟，我早就知道是你把工资表发到群里陷害我，可我念在往日情分上，一直没有揭发你。我理解你想成为人上人，可我没想到你居然当3姐。我越说越激动，仿佛真的被伤透心。这时，我爸又把他们2人转移公司财产的监控发了出来。柳如烟壮着胆子冲下台拿手机看，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我冷笑一声上前：
你怎么能犯法？你和朱标想把公司财产都转移吗？想害董事长破产吗？想害全公司500名员工失业吗？随着我的声声控诉，员工的情绪被成功激怒，一时场面不可控。柳如烟和朱标被员工群殴，最后还是董事长控制住了局面，报了警。柳如烟在被警察带走前歇斯底里朝我怒吼：“是你挣钱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”我差点被气笑。坏人果然不内耗，永远不从自身找原因。柳如烟和朱标被判10年。监狱里，柳如烟每天被嘎人犯关照，不久便选择轻生，而朱标因怕思想越狱，却在逃跑过程中被击毙。知道他们死讯的那天，我长舒一口气。谁说坏人不会得到报应？